盏照亮这辽阔的海洋，当汽笛回响在这繁忙的海港，我们挺起胸膛，迎接新的挑战。这海岸装载着我们的梦想，这海浪拍打，奏出最美的乐章。我们用真心拥抱每一份渴望。忙碌的光阴摇晃，绚烂宁静的夜晚，那是最美的图案。坚强它扛在肩上，温柔它却留在心房。我们的向往握在手上，我们的眼神不彷徨。不孤单，满足其实很简单，彼此间信任的目光，并肩的方向就是希望，那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宝藏。等等，嗨，开会啊？工程进行的顺利吧？不过我觉得有时候太顺利会掉以轻心，反而在最后的阶段出现问题。你不是要去4楼吗？到目前为止，工程进展得很顺利，各部门都紧密的配合，所以要准时交货应该是没有问题。很好。不过洪安，在买家代表和 ABS 勘察官来检查之前，你先去看看，有什么问题，马上跟真雅商量解决。好，没问题。DD3 买家要求 change order， 这里是他们提出的要求，你仔细研究一下，再跟买家商讨新的交货日期。郑雅，我下午过去你那边看一看啊。随便。等等，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有吗？如果有意见，你直说好了。对不起，我呼吸困难，我先走了。这是工程进展的报告，你来这里就是给我这些啊？那就证明我尊重你啊！你不高兴啊？高兴，还很感动呢。怎么不够睡啊？眼睛红红的。我来不是叫你看我眼睛的，看报告啦。看来工程进展得挺顺利的。的确比想象中的还要顺利。有时候太顺利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会掉以轻心，在最后的阶段出现问题。怎么你们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师傅也跟你说过同样的话，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以后也会对你的徒弟说同样的话。我才不想像你一样啊，跟屁虫。做跟屁虫有什么不好？学习别人宝贵的经验，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没志气。
师傅说，好啦，不要在师傅前师傅后啦。安格林，你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在测试体重机的承重量啊。早上不是才测试过吗？病人说要增加重量，再测试几次。他来过。他查得很仔细啊。那有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啊？当然没有了，你大姐2只眼睛整天盯着我们，哪里会有问题？不过一试再试很麻烦的了。你就让他试啦，反正也试不出什么问题来。大家辛苦一点，等我交了货再请你们去 club 喝酒。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最后的关头给人抓到痛脚。谁会抓你痛脚？病人呐、他可是你师傅了，怎么会？你的思想怎么那么简单啊？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知人知面不知心吗？真雅好像对病人很不爽哦。病人那么 healthy，是我多不爽啊！哎呀，他也是为工作好嘛，我看只是对自己好。喂，你这样说就不对，怎么不对？哎，干嘛？不想干了是不是？还不去做工？做工！你找我啊？有什么问题吗？所有已经测试的机械再测试一次，每一次测试的数据都要记录下来。钻油台出海测试时，如果得回来的数据不一样，马上找出原因。钻油台的每个部分我都已经测试很多次了。还不够，再试。有些问题是要不断测试才会显现出来的。那到底要测试多少次？你说呢？你以前说过要测试到有十足的信心为止，可是那是很抽象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明显的指示啊？你何必问我？你知道的。照章行事是没有错。如果规定你一定要测试3次，你照做了，万一发生什么问题，你大可可以说你照主指示做了，责任不在你。可是，那是没有意义的。你对工作的投入的热情，一定要达到尽善尽美的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了。小心点啊！我是会抓人家痛脚的。无聊。等等，你说我无聊？偷听人家说话不是无聊是什么？我没有偷听，但是你说的话我还是听见了。你犯了一个错，你不应该跟下属说那些话。或许是你一句不经意的话，但是传下去就会被加油加酱，严重的话会影响大家的凝聚力，你知道吗？我只是提醒他们要小心啊。小心什么？小心我！我一向只针对工作，不针对人。你跟了我这么久，难道你不知道？没错，我就是跟了你那么久，可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子的人。我怎么样？你说清楚。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心知肚明啊。只能怪我瞎了眼。都怪我瞎了眼，竟然这么喜欢你。OK。
房下个月落成了，我想到那儿去。好啊，你说得到爽快啊！我太了解你了，你这个人啊，最喜欢就是新挑战、新刺激，所以让你去开拓新领域是最好不过了。可是我现在少了2条腿啊。最好的决策人员是用脑，而不是用腿去做出决定的。我爸妈不放心，我说到口水都干了，他们还是不让我去。不如我帮你说服他们。真的啊？嗯。如果你成功的话，我请你吃大餐。好啊。进来。小杨，有人送花给你，好漂亮的花哦。谢谢。一定是天俊这个家伙。喂，你干嘛？怎么送你花不行啊？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是不是很老土啊？我也没有办法，我追女孩子不像天俊这么厉害，所以只能用这种老土的办法咯。很漂亮，谢谢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什么特别日子啊。什么？1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5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吧？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啊？那时候你刚转进我们学校，那天你拿着一支西洋笛，说要加入我们的乐队。负责老师派我出来跟你说。老师说今年不收队员了，你明年再来吧。回去吧，你明年再来。你那时候一句话也不说，站在那里就吹起你的西洋笛。老师大概给我搞得很烦，只好收留我。怎么那么近啊？学校几个星期前已经搬迁了，再过不久就要拆掉了。这里，就是这里啊，我们跟几个男同学打架的地方。嗯，那时候你们还因为我被踢出乐队。有人还因为这样而流下男儿泪啊。那是因为拖累了你们啊！我自己那么烂，被踢出队也就算了，可是你们2个都那么优秀。那段日子真让人怀念。里面有人吗？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常练习的曲子。这些往事虽然都过去了，但是在我心里始终那么鲜明。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在我心里。
陪着你好吗？你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对你的爱不带着同情，也没有丝毫的怜悯，我就是爱你，小杨。嫁给我。不是这个时候。等结婚那天，你再帮我带。你答应了？真的？你再不相信，我就不嫁了。不，我相信，我相信，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成功了，小雨你嫁给我了，小雨你嫁给我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小杨万岁！万岁！小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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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小杨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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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杨回来了。哎，小杨啊，小杨回来了。爸妈，安琪，红叔。哎，小杨回来了。小杨，哇，你的气色真不错啊。谢谢。天俊是跟他爸妈来送请帖的。你这家伙要结婚也不说一声，静悄悄来发请帖。要结婚的不是天俊，是天俊的爸爸妈妈。来，我爸跟我妈再次恋爱成功，第2次结婚。红叔、安琪，恭喜你们呢！哎，年纪大了，才知道谁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幸亏还不太晚。我爸是花了一番心血，经过苦斗才击败情敌的。我对小杨就没有什么花样，我只是想用一颗真诚的心来打动他。所以今天我依照传统，把我的父母带来，向伯父伯母正式提亲。我对小杨就没有什么花样，我只是想用一颗真诚的心来打动他。所以今天我依照传统，把我的父母带来，向伯父伯母正式提亲。小杨啊，我儿子这次真的是非常认真，他先征求我跟他妈妈的意见，我们当然是非常赞成啊。真的，我们很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媳妇。他还说啊，你们的婚礼要跟我们的一起举行啊，但是我说不行，我们这次搞这个婚礼要低调一点。但是你跟天俊的婚礼呢，就不能和我们一样了。哦，对，年轻人的婚礼嘛，一定要办得热闹一点。你们不要那么兴致勃勃了。女主角的父母答应了，
可是女主角本身还没有答应呢。小杨啊，你一向不是很喜欢天俊的吗？我答应志恒了，志恒跟我求婚，我答应他了。星星，怎么老是觉得怪？来，你看我买了很多东西啊，有烧鸭、烧肉，还有罐头鱼吃鲍鱼，你看还有一瓶红酒啊。因为过年吃团圆饭啊，还鲍鱼翅的。哎呀，家里办喜事就要吃好一点的啦。哎，你先出去看电视，我炒2道菜就可以吃了。玲玲啊，刚才我买东西的时候啊，我想了很多啊，我觉得我。什么？我。哎呀，你不要在这里我了，出去！去啦！玲玲，我看到志豪要结婚，我也想结婚呐。哈？玲玲，你嫁给我吧。做什么？人家说求婚就要这样的。哎呀！志航在房间，真雅又快要回来了，你还不起来？妈，我回来了。真雅回来了，赶快起来呀！我刚才跪得太快，闪到腰了。铁头叔，你在做什么？我在打蟑螂。哎，那只蟑螂跑到哪里去了？啊，应该是在那边。我去看一下。哇妈！铁头叔打蟑螂打到我们家来啊，你还真有面子啊！哇，怎么那么多食物？哇，这么多罐头鲍鱼啊！哇，还有烧鸭、烧肉啊！妈，我没有想到你那么重视铁头叔啊！你以为这些是为他准备的？难道不是吗？我才没那么神经呢！我们家里呢，今天开庆祝会呀。庆祝什么？你哥哥要跟小杨结婚了，是真的吗？喂妈，你快要当家婆了，干嘛还挨来挨去啊？小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生孩子。我们家又只有志航一个儿子。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干嘛还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还有啊，这些话你千万不要在哥的面前说啊。我知道啦，讲而已嘛，讲不可以啊。啊，对了，我去找哥啊。哥，恭喜你了！谢谢你。你是怎么办到的？一颗真诚的心。真有你的，他一口就答应了。他答应得很爽快，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哎呀。喂，怎么了？他答应的爽快不好吗？当然好，那就证明啊，他心里已经有所决定了。哇，这么快已经在计划选日子了。对啊，要有计划才能跟小杨商量嘛。我想还是传统一点，就在农历8月结婚，怎么样？农历8月不行，太久了，要早一点。久？现在才农历4月啊，离8月还有4个月嘞。我还担心小杨觉得太急了。人家说打铁要趁热吗？最好是在你下一次出海前，先把婚事办好。哇，那还不到1个月嘞，太急了吧你？哎呀，就是要急，否则夜长梦多啊。为什么？哥，你这么聪明，你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吧？天俊。恭喜我吧！怎么了？不是说好公平竞争的吗？输的一方要有体育精神嘛。婚期已经定好了，再后个星期6。是仓促了一点，不过我想在起航前把婚事办好。本来怕小杨觉得太急了，可是他同意了。看来你这个伴郎是跑不掉了。有句话我知道你不想听，
可我还是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根本不应该跟小杨结婚。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们应该尊重小杨的选择。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你的祝福。他根本不爱你，他答应嫁给你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对生命已经失去了热忱和希望，他只是想安定下来，然后离开这里，平静的过日子。那有什么不对？人对生命失去了热忱和希望，失去追求的理想，人就会失去光彩。那只是为了生活而活，根本不会得到幸福的。你希望他变成这种人吗？你是不是要说，小杨只有嫁给你，他的生命才会有热忱和希望，他的一辈子才会幸福？他不一定要嫁给我，可是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展露幸福微笑的人。我爱小杨，我会给他幸福，不用你操心。我知道你爱他，可是问题不是在于你爱不爱他，是他爱不爱你。你怎么知道他不爱我？他有亲口跟你说过他爱你吗？没有是吗？他一天不亲口跟你说他爱你，你一天都得不到他的心。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这些很可笑吗？小杨是喜欢过你，可是你从来没有去珍惜过他。现在当他不再选择你，你才来说这些废话。你可以选择不祝福我们，我不会在乎，小杨也不会在乎。志航，我不是在泼你冷水，也不是要打击你。你跟我都一样，都希望小杨幸福。我一定会给小杨幸福。重新修改救生艇平台，以及增加救生艇数量，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请允许交货日期延迟至。买家代表想见你。好，我马上过来。各位，自从我被委任为本船厂单身俱乐部的主席之后，我深受压力，因为很多单身汉都来向我投诉说他们找不到老婆。船厂里本来就男多女少，女生呢就像是珍珠宝贝。不过我们男生也不赖啊。我们也有很多金牌王老五，其中一个啊就是我啦。所以今天我费尽心思邀请所有的金牌王老五和等待白马王子的白雪公主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希望呢能看到更多的爱情开花结果。到底什么事啊？所有的男士请注意喽，你们的名字全都在这个杯子里面。现在我们就要请出第一位女士。来抽出他的有缘人，林志豪。哎，庄文，你要去哪里？还有事。你走的话，起码一半的女生都会跑掉的。哎，怎么说走就走啊？坐下吧。你好，我是工程部的林志豪。我是营业部的朱莉，请多多指教。你好。好，下一位的白雪公主会是谁呢？蔡振雅，蔡振雅。哎，停！不行，因为他已经选择我了。喂，怎么可以内定的？
应该看看老天把他许配给谁吗？就是嘛，对啊。真雅，你一定要选中我哦！选中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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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雅，你要选中我，选中我。方宏安。你们工作了那么久了，亲一下嘴是应该的嘛，对不对？是吧？他根本没有资格，他已经结婚了，却一直隐瞒着大家，会把你的老婆说成是你自己的妹妹。真雅，真雅，真雅。对不起啊，破坏了你的计划。没关系，不过不过什么？我觉得你会不会太什么？连你也觉得我太过分？是有一点啦。路卡先生，你到底有没有正义感啊？你会不会分辨是非的？我是帮你不帮亲。什么帮你不帮亲啊？现在是谁有理啊？隐瞒实情的人是他，办大情事的人也是他。当大家都以为他对爱执着，对林双慧是至死不渝的时候，他却连老婆都娶了。你还说我无理？好，也许是我用错成语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有苦衷呢。苦衷？他会有什么苦衷啊？他明明有老婆了，可是却说是他妹妹，目的是什么啊？像他这种男人，即使有什么苦衷，都不能原谅的。你已经结了婚了，却一直隐瞒着大家，会把你的老婆说成是你自己的妹妹。喂，我是。嗨妈，你好。你好，请坐。先生，请问要喝点什么？一样吧。我过2天就离开了。今晚约你出来，是希望你能继续帮我打造另外2艘钻油台。你们公司不准备公开招标吗？我们相信你们会给我最好的设备、最合理的价钱。不过我的条件是你要亲自督造。我非常乐意。那很好，我明天就到你们公司谈合约。好。来，先预祝我们合作成功。Cheers。对了，你结婚了吗？听说你是单身，为了事业虚度光阴吗？也不是。还没有找到适合的人？哦，我想起来了，你在找的那个女孩子，你是不是忘不了她？或者你觉得她还在这个世上？不，应该说，不管她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他始终活在你心中。我结婚10年了，我们双方父母是至交。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还同上一间学校。我的身体虚弱，常受高头大马的杨同学欺负。他比我小，反过来他保护我，他真的是保护我。我还记得有一次，他甚至用球拍把一个男同学的鼻子打歪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你曾经深爱过，对不对？我也跟你一样，不过我比你幸运，我跟他结婚。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们的婚礼在教堂举行，我为她戴戒指，亲吻她，跟她说我爱你，我一生一世的爱你。她帮我戴戒指，她对我说 I do， 不过她始终都没有跟我说我爱你。10年了，他一直都没有跟我说这句话。不管怎样，我对他的爱一直在这里。小杨，真雅，你来就好了。你看那么多婚纱，我看到眼睛都乱了。你比我会打扮，帮我选。就这一件吧，这件又简单又大方，刚好符合你的品味。我也很喜欢，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路太多了？怎么会呢？你又不是没有身材。对呀，你的身材那么棒，不怕啦。好吧，结婚就一生一次，我去录一录。哎，怎么样了？行了，是小杨叫我出来帮你的。小杨的心情怎么样？他的心情好得很。喂，你干嘛？不要看啊，这。好，我不看。不要看啊，就是这样子。哥。
志航临时被叫去开会，所以由我一个人来发请帖。喂，我的手会酸的。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人来发请帖很没有诚意？那我打电话给志航啊，跟他说开完会之后马上过来啊。除非我相信你是真的爱他，要不然我不会接受这份请帖。你看你自己多不讲理！就算我说我真的很爱志航，你会相信吗？不会。那不就对了？你都已经预先设定了立场，你要我怎么证明？追根究底，你还是老毛病不改，固执不服输。我老毛病不改，那你呢？你变得毫无性格。以前那个敢做敢当，绝不会委屈自己的钟小阳，去了哪里？钟小阳在这里，我跟以前一样没有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相反的，你却越来越婆妈，为了一点男女私情，变成一个争风吃醋的小男人。我只是想要你嫁给一个你真正爱的人。我曾经说过我喜欢你，难道我要一辈子喜欢你吗？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你爱真雅，你喜欢真雅，那你为什么不去追求真雅？她是你的真爱，不是我啊！我爱的是你。你听清楚了吗？我爱的人是你。原来你的爱那么容易改变。有些事情靠得太近，就会看不清楚。我过去把你对我的爱、对我的关心，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直到我失去了以后，我才发现，你对我真的很重要，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你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我答应嫁给志航。我相信你能明白我的决定。小杨，你问问你自己，你最爱的人是志航，还是我？你不要再说了，我今天是来邀请你出席我的婚礼，不是来讨论我到底爱谁比较多。你根本就是在逃避，你在自欺欺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你说什么都好，我无所谓。我再说一次，我还是以前的钟小阳，我性格一点都没变，所以我不会强人所难。如果你决定不来祝福我们，我会尊重你的决定。但是，如果你还是那么坚持，我和志航很难继续把你当成我们最好的朋友。你自己决定吧。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慢慢把车窗摇下，你在庄稼处等他，难过像打翻的茶，晕开一整片对你的牵挂。这场爱不会开花，我情书却割舍不下。明知你爱的是他，却还是学不会摆脱这挣扎。想听的话你说给了他，我的快乐从此蒸发。如果痛是爱的代价，那伤心像傻该怎么还？想听的话得不到回答，我却还在独自装傻。对他是我的脸颊，好让你看不见我眼角的变化。这场爱不会开花，
握情书却割舍不下。